这次就变成我要主动去收拾这个人。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奇幻的经历之后，我这个人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懂得去替他人着想，或者是去理解人家需要什么。我觉得有一场戏是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就提到说，那不然我们先吃甜点好了，因为我们在咖啡厅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没有带甜点，然后他就不自觉的突然间就吻上来这样。因为我自己跟迪恩我们是团体，然后我是团长。那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迪恩的一幕初吻是献给我的。当下呢，我要跟他讲，有时候要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心理建设也好，但是在拍摄当下，我又要被他完全主动啊，对。嘘，这一首歌。以后不要一个人谈了，至少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擦药。我是因为今天客人很多，我洗很多杯子，手才这么冰的。大家好，我是王娟。爱情的启蒙有的时候是从戏剧上开始的，某种样貌的或者是情愫，它就在脑海中不断的播放，不断的在起舞。而 BL 剧正好把我们内在的小剧场这样子给拍了出来。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3位在 BL 剧表现非常优秀杰出的演员。首先让我们欢迎吴月琴。娟姐好，大家好，我是吴月琴。第二位是孙庆月。娟姐好，大家好，我是孙清月。第三位是林子宏。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总。今天好开心啊！今天真的是蓬荜生辉哈，就是里面都闪亮闪，每个眼睛都亮亮。你们哈，我相信观众看了也会眼睛都亮亮的哈，看到好看的东西我们都会开心。BL 剧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在台湾越来越熟悉的，而且在亚洲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蛮新兴的，或者蛮有趣，或是蛮重要的一个剧种。那真的是大家很有幸可以参与其中。除了偶像剧之外，除了所谓的时代剧、实验剧各种类型的，或是议题的。那 BL 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甜。好，你们有甜吗？甜，我觉得你笑起来很甜。谢谢。就是我觉得 BL 剧当然第一个印象可能带给大家是很甜的感觉，然后。像我之前拍我的牙想你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前置期，因为我们觉得说可能你要真的让观众感受到那份甜度，不是只是笑得很开心，或是两个人牵手他就会有那个化学反应。对，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前置，让演员们彼此真的很相信彼此，很认识彼此，然后有信任感。后来渐渐你就会发觉，你跟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然后你不会再特别去不好意思做这件事情，对，你反而我们就慢慢带入自己的角色，我的角色会用什么样的心情跟他互动，那他可能用什么样的来回应我。我觉得有一场戏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大概在第10集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跟那个许安在一起了，然后那场戏是他的算是初恋，或者是反正学长回来，然后我看到我很吃醋，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反正剩下我跟许安这样。然后那场戏其实只有拍到原本剧本上面写到就是我吃醋的部分而已，对。但是后来因为导演也没有喊卡，然后就剩下我跟许安，我们就继续走下去这样。然后他就提到说，那不然我们先吃甜点好了，因为我们在咖啡厅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没有带甜点，那要吃什么甜点这样？然后他就不自觉的突然间就吻上来这样。那是我们第一次在算是拍戏里面我们第一次接吻。对，而且那是本来也不是剧本上面有的内容，所以我当下是真的吓了一跳这样子。有脸红心跳。脸红心跳，但是后来我也不甘示弱的，就是我又再回吻了回去，因为我觉得白朗不会是那种被吻完就他一定会想再做些什么这样。那导演们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又再加拍了一些特写这样。原本其实就只有到我吃醋的反应，但那个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发展出来的一个段落，然后我们都觉得，其实我很相信那个感情是真的存在，然后那个爱，我觉得就是会感动到观众。而且那种自然而然的发生，那个是骗不了人的。对，而且那个瞬间的脸红也没办法做特效。没错，对，就是真的突然间就吻上来了这样子，挺美的。所以你看从戏里的甜延续到戏外的甜。是。
蛮有趣的，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说，像月行是你们本来是不认识的，对，然后剧组可能会安排一些过程，让他们更熟悉。那因为我自己在拍青春自拍团的时候，因为我跟迪恩配对，但我跟迪恩其实是一个团体，我们团体，然后我们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几乎那个时候培训也在一起，然后几乎都是睡在一起那种，所以我们是本来就非常非常好的2个人，然后去出演这样的剧。那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跟迪恩我们是团体，然后我是团长，那一般都是带领的那个人，我是带领的他。就以 BL 剧来讲的话，我是攻，他是受 ，OK， 就我会督促他说，哎，我们今天要练舞哦，然后你功课有没有交啊什么的。平常的时候我是蛮严格的那种。但是今天在剧里面的时候，那个完全反过来了。哇！但很多东西我很那种感觉很，有的时候又抽离，然后又回去。你突然变成了被动的。被动的，对。但是在有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迪恩的荧幕初吻是献给我的啊，对。所以在当下呢，我要跟他讲，有时候要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心理建设也好，或是要跟他讲说，我们可能等一下怎么亲，对。但是在拍摄当下，我又要被他完全主动啊，对，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对，因为你又主动又被动。我觉得拍戏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在当下那个化学反应，有的时候会影响到现实，因为像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冷，我还记得我已经重感冒了，然后。在我们就是卡的时候，或是在走戏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外套披到我身上，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动作，照顾你，照顾我。然后或是真的很冷的时候，我可能会把手就直接插口袋。哇！但是因为我们原本就很好，但是我觉得对我而言，当时的那个气氛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甜甜的那种感觉。所以在生活中，或是你们在团体里，不一定敢做这件事，也不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好，因为在当下那个氛围，我觉得一切都非常合理，然后也非常的舒服。所以就是有甜到啊，有，就是很 sweet， 对不对？蛮 sweet。对对对。之后，那你在 BL 剧里面呢，有这么甜的时刻吗？在戏里或戏外？因为戏里它是有一个剧本的那个什么嘛，那的安排嘛，对，然后。像刚刚月景讲的那个，就是不是只是表象的，可能你牵手或者是看到对方开心或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但是因为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是我本身是比较冷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对手戏演员 Yu 他也是一个话很少的人，对。但是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是因为我们的话不多，但是我们都是用眼睛观察。像我们平常可能相处，我们其实不太会聊天或什么。但是都是用眼睛观察，那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是，有时候你不需要一些表象的东西，你可以知道说另外一个人他是在乎你的。OK，那这个东西它会延伸到戏剧，当你现实之中这个东西成立之后，你到戏剧里面的时候，其实你根本不用演，那个在画面上是非常清楚的，就算你们2个完全没有台词，什么事都不做，就2个人坐在沙发上，人家也会知道说，这2个人的关系不一样，他们不是陌生或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对我来说是一件蛮浪漫、蛮甜的事情。因为在表演里面，尤其是影像表演，稍微分享一下哈，就是通常眼睛就是灵魂之窗，是真的，就是你眼睛里有戏、有光、有爱、有甜蜜、有渴望，它其实都会传达出去。所以你们的眼睛都是属于很有戏的那一种。那个眼睛牵丝，你知道，就是会带的像蜜糖一样，你知道地瓜拔丝知道吗？拔丝地瓜知道哈，就是它，你看它，你会离开的时候会带丝儿，带丝，就是千丝万缕的那个粘着性就会出现。其实那个蛮美的，好，但是也因为这个粘着性，就会有受虐的感觉，你知道吗？如果没有得到怎么办？有被虐过吗？因为戏里面我这个角色喜欢对方10年有，对，然后我是从小是因为一件事情，然后注意到这个男孩子，然后过程中我就一直追逐他。那为了要让他看见我，我就是我们第一部叫永远的第一名，为了让他看见我，我就只能一直保持第1名，因为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如果我没有出现的话，他就是第1名。所以我用这个方式
让他看到我，但其实这过程中很累，这其实很累，因为你每一件事你都要做到最好，你才会被他看到。可是其实你心里面又知道说，他看到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都是用一个很表象的方式让对方注意到你自己。那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虐的开端了。没错。因为他不止自虐，还虐待人家，因为他一直看到你。第一个他一直看到你，可是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把你干掉。对。但你追求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对方在乎你，不管是到最后已经是不管是任何感觉，就算他恨你也好，对你连这个都 OK， 对不对？对，至少你在他心中是有占一席之地的。那这个角色他其实最让人虐的地方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周书毅，就是另外一个我对手对角色，如果没有周书毅的话，那高士德是谁？对，对，其实你讲的非常他这几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你讲的非常好，他有点像钱币的两面。当 A 面出现的时候 ，B 面一定存在。对不对？对不对？当你 A 面消失的或 B 面消失的时候 ，A 面是什么？比较像，我觉得比较像太阳跟月亮。如果今天没有太阳的话，我们人类是看不到月亮的，因为它是反射光。对，可是月亮它在吗？它还是在。但是如果今天不被看见，对，如果今天没有月亮了，那你还是看得到太阳。的那种感觉。那虐这件事情不只是对男生虐，还有对女生虐。我印象很深的一场戏是，因为在戏里面原本我跟阿喜是男女朋友，然后后来什么青春自拍团，然后我在探索自己的过程中，迪恩就有点类似把我强拉过去跟他接吻这样子，有一场戏是这样，但被阿喜看到了，我就阿喜是你戏里的女朋友，对，然后我就把迪恩甩开，我就去追她。但其实，在拍戏的过程，我觉得演戏好玩的地方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当时对手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反应。对，然后我们就是去感受当下。然后我在把阿喜抓住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阿喜看我的那个眼神，我当时真的很心痛，就是因为就觉得阿喜在我们在剧里面本来是一个非常感情非常好的男女朋友，然后一个这么爱我、这么愿意信任我的人，但是我竟然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当时就是看到他的眼神，对我的是一种充满了失望、被背叛，然后眼睛又泛着泪水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当时其实非常的内疚，也非常的心痛，然后这份感觉一直到后来杀青了之后，我看到他，我还是有一点愧疚感哦。对，那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埋藏在心里面的一个，因为对你来说情感太真实了。对，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做演员有一个好处，就是或许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起伏，但我们有一个去处，因为我们可以表演，我们可以用在角色上面，我们有一个表达的管道，以及被整理成为角色可以运用的管道。好，所以我们做演员其实非常的幸福啊，但是虐呢也可能包括在这里面吧。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情绪大海里面上上下下，跟着角色一起活过某一段时光，对不对？所以那段时间大家就是也可能甜，也可能不舒服，也可能悲伤。那月琴呢？你的虐是发生在戏里面，跟安妈吵架？那不是跟妈妈吵架，那是巡安的妈妈。巡安的妈妈。然后那场戏其实我是听着妈妈讲说，巡安为了我做了多少事情。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因为分开了。对，我觉得他好像这阵子都消失了，然后不知道他在忙什么，这种感觉。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我，就是他可能每个礼拜要回家跪在爸爸面前门外，或是被爸爸打赎罪。对，就是他希望他的家人能够接受我。那对于那时候我的心情来说，因为白朗一直来说他只有一个姐姐，那他在世上是没有其他的亲人家人的。那他在那一刻他感受到无比的，就是我觉得是第一个是对方愿意为你做那么多，你真的是很感动，然后也会有点自责，说我这段时间好像反而还怪了他，然后我却没有好好的照顾到他。然后到最后那场戏的最后是巡安的爸爸走过来，
然后许安也在，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订了一个晚餐，然后那个当下其实我们是很错愕的，因为其实到那个之前，他爸爸是完全连正眼都不想看我一眼这样，然后但他最后说了就是订了一个4人位，对，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是真的就是被接受，就是我被打中了，然后也被接受了，那感觉上我是真的多了这些家人这样。我觉得，对，就是你的家变大，你的家人突然变丰富了。是。然后在那一刻，我也很替白朗这个角色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经历过这么多辛苦的事情，然后在最后这边他可以得到他一个比较幸福的归属。对。那特别是 BL 剧里面，它跨越了，我觉得是超越了2元的这个性别的对立面嘛。就我们从所谓黑啊白啊是非对错啊阴阳，但阴阳都会流动。好，那在这个里面，你们从不认识他到认识他，你们做了什么样的？被什么有什么认知上的转变吗？我分享一段那个我自己的经历好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段也是跟青春自拍团一样，一个自我探索的一段旅程，对旅程。那时候是因为我高中我们班上全部都男生，我们没有女生。然后我有一次我跟同学吵架，然后就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帮我站出来，就是说话这样子。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变得蛮重要。就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会不时的想到他，然后甚至在看他的时候，我可能在观察他的脸孔，就是会特别的注视一些很久的地方这样。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就觉得对什么意思，或许就是特别重视这个朋友。但是当我在拍青春自拍团的时候，我后来再回想这段过去，我就觉得或许其实那个时候是一段我自我探索的一个旅程。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这个刚好在拍戏的这个过程刚好重叠，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对，因为拍戏通常会整理我们自己的人生是过往的经验，是，只是懵懵懂懂，是不明确，只是后来就由拍戏验证了那个是什么感觉。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在拍完青春自拍团，然后我也有参与一些 BL 剧的演出之后，我觉得我对于爱的感知力变比较强。像我以前走在路上，可能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可能看到一对情侣，然后如果是男生跟女生，他们手牵手啊，或是在街上拥抱，看到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那种情感。可是我可能看到2个女的或2个男生走在一起，我并不会有太多或特别的感受。可能就是看到就觉得就是就这样，就理解就这样子。但是他在拍完这些剧之后，我现在看到他们，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那一股爱的流动，可以感受得到。我觉得对于这种感知力变得比较强。哇，这个是好棒的发现，很棒很棒。以前可能不会那么的留意，会觉得那就这样，可是不会再往内去追索，说这就是爱的流动，对不对？更可以体会或感同身受他们。是，你呢？因为我原本就是我原本不太会谈恋爱，我就是还蛮不懂怎么做的这件事情。你可不可以稍微你认为他会谈恋爱是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也不知道谈恋爱要干嘛。OK，就是很多人可能问我说：“那你跟我在一起要干嘛？”或者是你喜欢我哪一点，或者是什么，就是会有那种。这还蛮有趣的，对啊。但这是生活中就会发生的问题啊。但是我就是没有想法。OK。对，然后我以前都是被动的那一方。我懂了。不会谈恋爱，基本上都是被动的那一方，因为别人都先第一个把你处理好。对。条件这么好，当然是没有。然后因为刚刚讲的时候，这次就变成我要主动去收拾这个人。OK。对，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奇幻的经历之后，我这个人变得比较温柔，也比较懂得去替他人着想，或者是去理解人家需要什么。的那种感觉，或者是看得出别人的付出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对，因为那个是用心了，是把爱给出去了。对，需要时间和精力啦，还有心血。所以会变温柔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温柔
这件事情是你的钥匙，你的闸门被打开了，会不会这样？可能是，就是那个感觉好像是说，哦，我开始理解了，其实爱一个人很累，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要去承受他，也要承受你自己，哇的那个感觉。然后又可以讲回刚刚很虐的地方，对。可是这一切的经历，它是没有结果的，对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子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其实爱是有承担的，你知道是要承担你刚才说的很累的那个重量，所以爱是有重量的哦，是有分量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想去参与，是因为怕累，因为你知道对方。如果也是这样，你要相对的付出相对的多的东西。月琴嘞，我觉得 BL 剧它本身是真的很有魔力，就是像我以前没有想象过我会跟男生比较亲密的互动，或是我可能也比较没有看过 BL 剧，但是我在开始接触做功课之后，我觉得它的确会让人有一种期待感，就是我们看着我们会跟着角色到这边的时候，自己也会不自觉的说，他待会是会走开，还是他应该要这一刻把他抓住？就是他会有让我们就算是我也会很期待，或是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这些情绪都有。就是我的内心是有被他挑动起来的。那拍完之后，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我在变得比较感同身受，就是我对于性别的这个更多元的这个看法，然后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我觉得是勇气吧，就是怎么说？因为我后来发觉，就是我们平常可能男女之间谈恋爱，他可能相对是你不用承担这么多的压力，或是你不用承受这么多外界的眼光。可是我们在其他，比如说男之间，我们可能就是要面对，不管是家人朋友也好，或是社会大众给你的所有的压力。那我觉得这份勇气是我拍完这部戏之后我得到很多的，因为不管是我接下来面对我自己的感情也好，面对我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或是我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如果还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有变得我更会想要鼓励他们，就是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对对对，认同这件事情是我们好像接受自己很重要的依据，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先认同了自己，那个外在的认同可能随之而来，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而不要很着急。如果爱情可以超越性别，还有什么事情是无法超越的呢？当你认为 BL 剧的生活跟我们距离非常遥远的时候，其实它早已默默的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周遭了。今天我们非常谢谢3位的分享，谁来演戏圆桌对谈，我是王娟，我们下次见，拜拜。